美国个人开户加美国公司注册后的公司开户，双户一行都安置在最顶尖的，绝对可以算是美国资产配置矩阵的黄金组合。哪怕肉身出不来，也能尽早帮你实现成为美国信用居民。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顺手牵羊，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大家猜猜我今天到了哪儿？没错，就是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而且是纽约的中心华尔街。OK， 我们来华尔街，当然除了吃饭、旅游、出差这些基本安排之外，当然在美国作为游客，其实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错过，那就是当地银行开户。因为美国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游客在银行分行现场开户的国家之一，所以来到纽约或者说洛杉矶、芝加哥、休斯敦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不能错过的就是银行现场开户。OK， 我们一起来看看，在2025年的今天，还有哪些银行能够接受现场开户，哪些银行又不行了呢？我们一起去银行现场，跟Sean一起探秘吧。我现在脚下的这条街就是非常有名的 Wall Street， 中文也叫做华尔街。这条街为什么华而不群呢？它最著名的就是因为背后的这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是整个纽约金融业的基础，也帮助整个纽约乃至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在岸金融中心。我们在这里开户是不是能够有很多的便利，或者说增值空间呢？没错，在这里开户，首先因为美国开户它不是在 CRS 当中，所以它不会进行 CRS 交换。作为非美国税务居民，这一点可以好好用上。其次，美国拥有像纽约证交所以及纳斯达克等等各类型的证券啊，以及投资啊、基金啊各个方面的增值投资选项，所以在美国进行资产配置，绝对也是大家全球资产配置当中不容错过的一环。万里长征的资产配置，第一步就是银行开户。我们马上去美国各大银行看看，哪些银行在2025年的今天还能开户，哪些银行又不能开户了呢？我们走走看吧 ，Let's go。首先，在美国也像中国一样，有着最大的4家银行，叫做 Big Four。这 Big Four 分别是来自纽约的 JP Morgan Chase， 中文也叫做大通银行。然后其次是 Bank of America， 中文翻译为美国银行。然后就是 Citibank， 花旗银行，也是源自纽约。然后第4大银行是 Wells Fargo。它是从美国西海岸发家的一家银行。当然，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这4家银行当然都是有分布的，是不可能错过的。所以，纽约我认为是在美国进行个人或者说美国公司开户的一个最佳选择地。美国旅行开户绝对算是非美国居民在美国离岸开户最合规且最简单的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已经实现了肉身访美，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申请到了美国签证，或者直接免签美国，外加成千上万块的赴美国际机票，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松拿捏的。其次，银行方面还可以当面检查你的开户文件，并且面试你。第一，美国大多数银行都可以接受护照作为开户证件之一，部分银行还会要求你提供第2个个人 ID， 比如美国签证页、国内身份证、驾照等等。第二，你居住地的地址证明也是当地银行开户需要的文件。过去3个月出具在美国或者美国以外稳定住所的水电、煤气、网络账单、租房合同，上面有你的名字和地址，都可以当做地址证明。当然，你的美国税号 ITIN 也是很多银行开户参考的选项之一。现场开户之所以合规和程序简单的另一点是，开户经理可以当面沟通，了解你的背景需求，甚至未来的资产配置规划。这点很像大家在中国申请美国签证时需要进行面签，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先去第1家银行 Chase 看一看吧。OK， 我终于走到了离华尔街最近的一家 Chase。OK， 各位不要灰心，我们接下来马上去下一家银行，跟着导航，我们去 Bank of America， 距离这个 Chase Bank 也就2分钟步行的距离，非常近。
在华尔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所有的银行在这边都非常的集中，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银行。看到没？这个2楼的 logo， 一个美国国旗的，也简称 BOA。其实，在很多年前，Bank of America 是最早给外国人旅行开户的，所以在网上大家可以找到很多关于介绍 Bank of America 的视频。它这边的政策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OK， 到了，我们到 Bank of America 了。居然很出乎我的意料 ，Bank of America 居然也不接受国际旅行者开户了。这个之前最被大家热议的银行，现在已经在2025年的今天已经不接受所有国际旅客，也就是说没有本地地址证明和居住证明的人来进行离岸开户了。没关系，我们不要放弃。接下来我们去最近的一家 Wells Fargo， 就在前方不远，2分钟的步行距离。希望老天保佑我们好运能够顺利开户。T-Mobile 的旁边就是 Wells Fargo。OK， 我们进去看看，到底能不能开户吧。太可惜了，居然连 Wells Fargo 也紧跟了 Chase 和 Bank of America 的政策，也不接受外国旅客旅行开户了，也同样和前两家银行完全一样，需要有大家提供在美国本地的居住的水电账单，或者说租赁合同这些本地的地址证明。没关系，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再看看下一家。在纽约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随时可以听到各种喇叭、各种大的低音炮以及警车、救护车鸣笛的声音。大家看后面，看到没有？警车。OK， 我们只有进去看看吧。居然 Citibank 可以允许我们国际游客在现场开户。OK， 关于这个银行具体怎么开户，需要哪些证件，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一一讲解。虽然前些年花旗银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给没有美国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开户，但是随着花旗银行从2022年12月起逐步关闭中国市场的个人银行业务，以及全球市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花旗银行在它的大本营美国本土政策明显变得更加灵活了。我在纽约曼哈顿找到的银行网点，对于外国居民，也就是像屏幕前的大伙儿一样的国际游客开户，居然出乎意料的友好。仅需要你提供个人身份证明，通常是护照或者个人身份证，以及你在居住地的地址证明，通常是水电账单或者当地银行信用卡账单等等，就可以顺利完成美国本地银行个人账户的开设。而且我在花旗银行也和该行的多位经理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里要分享一个更加令人激动的消息：花旗银行对于非美国居民的国际游客个人开户，你名下的美国公司同样可以开户。公司开户的材料也是异常的简单，上述个人开户的材料以外，加上你名下的美国公司的注册证书和章程就 OK 了。2025年的花旗银行就是这么的友好。既然花旗银行能够支持国际游客开户，那么它的背景实力，也就是我们频道银行账户测评视频常常提及的安全性，大家还是有必要了解的。花旗银行总部位于纽约华尔街，成立于1812年。早在1902年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在上海外滩开设了分行，是当时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行之一。截止到2024年9月，花旗银行总资产规模达到了2.43万亿美元，和前面我探店被拒的3家银行一起并列美国4大行。这里也分享我和花旗银行之间的一些独一无二的故事。虽然我们全球人美国公司的账户都用的是 Chase， 但是我个人的信用卡这2张可都是花旗银行的。亲身使用经验也快10年了，说实话，不论是用卡政策，还是客服支持，不论是 cashback， 还是遇到购物增值时的 troubleshooting， 给我的体验都是非常好的。如果还是按5星满分来给我用花旗银行信用卡的经历来打分的话，这起码是4.5颗星。因此，作为美国4大行之一的花旗银行的银行账户，大家自然可以大大的放心使用。在我看来，美国个人开户加美国公司注册后的公司开户，
双户一行都安置在最顶尖的花旗银行，绝对可以算是美国资产配置矩阵的黄金组合。发一张花旗银行的大楼给大家看看，这趟美国银行开户探店之旅可真的没有白来。我强烈建议每一位来美国旅游的观众都来花旗银行看看，把花旗的银行卡作为特产带回家，岂不美哉？推荐指数5颗星。看到这里的老铁们，如果你觉得上述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还希望可以最多花0.4秒的时间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这将是我们持续推出更多好视频和精彩内容的根本动力。好的，我现在到了纽约最老的唐人街，唐人街的市中心，大家看看我背后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热闹。我来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噔噔噔 ，East West Bank 华美银行。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华美银行到底能不能接受我们旅行开户呢？进去看看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华美银行可以接受旅行开户。不过华美银行因为客单量特别大，也就是说旅行开户的首选吧，就是一直以来华人来美国，所以他们的审核会稍微严一点，就是需要经理和你慢慢聊你是不是他们的意向客户。是不是还是我之前在新加坡 OCBC 视频里面说的，是不是合规，是不是双赢，对吧？这2点都达到，华美银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华美银行是美国南加州最大的上市银行，1973年在洛杉矶成立，为华裔美国人社区服务。开户需要护照、美国手机号，可能还会要求提供 ITIN。为了提高成功率，最好在华人多的地方找网点。虽然华美银行线下开户所使用的软件和前几年介绍的 Valo 一样，但由于您这是线下开户，是有专属经理负责的，自然账户的合规性那是不一样的。都是人手一张的华美银行卡，我也非常建议各位来到美国的游客，把华美银行的账户作为备份给开起来。推荐指数4颗星。大家看到我背后这家银行了吗？国泰银行，这家银行能不能给我们国际旅客开户呢？走，咱们进去看看。大家从我的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来国泰银行的政策了吧？他们是支持国际游客，也就是美国非居民开户的，但是他们的要求会比华美银行难上那么一点。接下来再听我一一分享吧。而作为华美银行主要竞争伙伴的国泰银行，和华美相比，会多要求提供美国本地地址证明，但是他们不要求我们一定要提供像是美国本地水电账单或者银行信用卡账单这样的证明。比如说，您在美国境内租用的任何一个信箱，这个地址也是可以来当地址证明的。纽约唐人街异常的繁忙，各种在国内、在香港、在台湾可以看到的这些品牌啊、街牌，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此外，我还想分享一家银行，那就是 Woodforest National Bank。虽然这家银行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但是这家银行对于外国旅客开户也是比较友好的。虽然该行也需要提交美国本地地址证明，但是万一你没有，也是可以用在美国的亲属地址的。亲属本人到线下网点提供一张亲笔签名的地址证明，证明你也住在那个地址，就可以完成开户。此外，该行是沃尔玛集团最大的合作银行，在美国超过17个州都有分部。和刚刚提到的美国4大行一样，也加入了美国 FDIC 存款保险计划，享有每个账户25万美元的存款保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家银行账户作为特产带回家也是非常不错的，推荐指数3颗星。有的观众可能会说，都是游客，在当地的亲戚应该很少吧？而且是不是亲戚，能不能自己说了算呢？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想说，不要以身试法，哪怕一时半会通过了认证，后边万一出了问题，轻则封停账户，重则追究法律责任。看到这个视频的每一位朋友，都是想在美国走长线主义的，可别因为一念之差，就让自己一夜回到解放前啊！好了，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家银行的现场开户2025独家经验分享。当然，能够跨越艰难险阻落地美国完成开户，很多事情都可以变得非常简单。每一位前往美国的游客朋友都可以带一张花旗，再配一张华美，实现个人开户的双丰收，为后期布局资产配置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如果你实在不方便出行，远程开户也是选项之一。当然，远程开户的难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很多曾经好用的路子，现在因为不断升级的审查而消失，那我们怎么办呢？
通过我们全球人团队的研究和大量实践经验总结，目前远程开户的主要风险在于个人信用记录的缺位和频繁升级的银行风控系统之间的矛盾。很多人没有 ITIN， 或者有了 ITIN 也没有任何信用记录，银行怎么知道你的信息是真实的呢？换个角度想，银行连客户的身份都不能确认，万一开户干坏事，银行得吃多少哑巴亏呢？搞明白了这个根本原因，解决远程开户也就有办法了。我们提前申请 ITIN， 并为了提升信用积累的速度，将个人税号 ITIN 和公司税号 EIN 绑定起来，两边相互积累信用，并轻松实现1+1大于2的效果。而且正常状态的美国公司也是你个人实力的有力背书。这样一通操作下来，一个美国信用矩阵就打造完成了。美国个人银行账户加 ITIN 加 EIN 形成信用铁三角。而且有了信用的快速积累，更多的储蓄账户、信用账户、公司账户、融资贷款都会像滚雪球一样滚起来。有了这样的布局，哪怕肉身出不来，也能尽早帮你实现成为美国信用居民。随着全世界开户难度的逐渐加大，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做全球化资产配置的难度也在逐年提高。远程开户的选择越来越少，我们不得不出海看世界，亲临网点完成现场开户。如果你也在考虑进行全球资产配置升级，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富，实现资产更加安全的保值增值，更是需要赶快行动起来。肉身出海之前，先让资金先行一步，率先完成全球化的布局。OK， 如果你也觉得亲临美国分行现场开户这种方式正好对你的胃口，已经打算办理签证跃跃欲试了，或者目前实现不了亲临现场，只能在有限的远程开户中选择，都欢迎立刻私信我们，我们专业的团队随时待命，为你提供全方位的开户顾问服务，甚至是公司注册和开户、资产规划等等，我们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探讨交流，或者直接私信我们。记得关注我们频道，别错过更多关于资产配置的劲爆内容。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邵，我们下期见，拜拜。